想干嘛？闪开！我不想失去你，我为了你可以去死。可是乔晓东呢？他只会放弃这段感情，逃避你，逃避风险，逃避责任。你放开我！我这两天正跟你爸商量这事儿，你说你到现在也没个工打，在家里头闲的他也难受，这地里活也开始忙了，不回去啊也不行了。回去，再不回去啊，田地都破荒了。那好，这事儿啊，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呢，我找一好车，风风光光的把你们二老啊送回去。哎呀，好，成，在家吃饭啊，妈就给你做几个爱吃的菜啊。好。徐斌不在，刘成也不在。办公室里的人说，根本就没有刘成这个人。你是怀疑他们俩是一个人？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反正徐斌这个人确实让人怀疑。不过他跟一个农村女孩的哥哥能对上号？这个刘成读过大专，他可不是一般的农村青年了。哎呦，真够复杂的。干脆啊，你再给那个农村女孩打个电话，仔细的问问。哥，5万块啊，给我的。看看你那傻样，给你将来结婚做嫁妆的。谢谢哥，你看你哥心里多疼你啊！你以后啊，再不准跟你哥又吵又闹又吵嘴的，听到没有？啊，我呀，再做2个菜。好啊，那我买瓶酒，好好喝2杯。哎，妈，你给我先拿着。你今天是不是到我们公司找我来着？我去了，我和小慧姐一块儿去的。他们说办公室没你这个人，怪了。谁让你去我公司？我不跟你说过吗？不让你随便去。我是在工地上呢，做监理的工作，很少回公司，而且那个办公室呢，是跟人家借的。哦，我又不知道，我以为你就是办公室的人呢。一会儿啊，给林小辉打个电话，你跟人家解释一下，别让人家觉得你好像骗人家似的。对。你现在就打。这样啊？嗨，你这个小糊涂。行，那好嘞，拜拜，怎么样？嗨，他回家碰到他哥了，他哥哥刘成在东方新城的工地上做监理呢，不在集团办公室里。他呀，给搞错了。哎呦，这个女孩还真够糊涂的。就是，好，这下没事了。行了，那我走了。拜，待着吧啊。老头儿，看你造化了啊！这是谁家的病人？有人管没？谁把人害成这样，这么狠心？大爷，哎，搭把手。大爷，大爷，是人，快帮帮忙，搭把手来。去抢救室。你好，欢迎光临。你好。小总。林小慧，我们终于见面了。来，请坐。没想到乔董事长会请我喝咖啡啊！现代城市报的名记者，我早就想见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只好直接给你打电话约你，请吧。
谢谢。前些日子我被媒体炒的是焦头烂额，不过你们城市报倒没有参与进去凑热闹。我们办报的方针是比较严肃的，更多关心的是民生的问题。关注民生，我喜欢这样的办报纸的方针。不过，调查我最早创业的经历，这跟本市的民生有什么关系吗？乔董事长，您不会还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吧？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而且你在我面前又是晚辈儿，如果我再斤斤计较，就有失身份，是吧？但毕竟你代表一家报纸，担负着舆论监督的责任。我是一家大企业的老总，我要对我的企业的兴衰存亡负责任。你们的调查不了了之，但有些事情今天我要说清楚。问题捂着捂长了还会出头。乔总，我们的调查并没有见报，因此还没有对您个人或者是您的企业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另外，我也想明白了，你们这类私营企业家对本市的经济发展，对解决老百姓的就业问题，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再去跟你们纠缠10几20年前的起家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必要。你这样想很好，民营企业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那个年代崛起的。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一点本领，你就完成不了原始的积累，更开创不了任何企业。乔总说的很有道理，不过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各种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私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都应该在一个公开公正的原则下合法运作。对，这个时候的媒体监督就显得更重要了。关于我们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问题，我今天改变了态度。你们可以在报纸上曝光，但允许我们解释，说明一下我们计算方法的差异，我们共同对股民负责，行吗？这个事儿我要向社长和总编汇报一下再说，好吗？好，我等着你的回音。公事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谈谈私事，行吗？私事儿？什么私事儿？戴的时候要戴出来一点，然后卡子往上头别一点啊。来，先拿着。喂，徐斌啊。何轩，我想晚上和你见个面。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改天吧。这件事情呢，对你很重要。什么事儿啊？是关于乔晓东被打的来龙去脉，我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你。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而且呢，我还要和你告个别。告别？你打算到哪儿去啊？今天晚上8点，我们海神俱乐部见，不见不散。那好吧。告别？难道这家伙想跑？徐斌是你的男朋友吗？曾经算是吧，不过我跟他的交情并不深，况且现在已经不来往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分手吗？因为我发现他跟我交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更过分的是，他答应帮我调查你们上市公司的事儿，可是后来却把我给出卖了。你是说徐斌是个很不诚实的人？非常不诚实，而且还很会演戏。他在跟我交往的同时，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孩。这个事儿就别提了。哎，乔总，您不是很信任徐斌吗？哦，他曾经救过我儿子小东的命，我觉得他很能干，才把他调到集团总部来工作。可是后来我发现他虽然年龄小，但他城府很深，他有一种心怀叵测的感觉。
徐斌当时救乔晓东，我都怀疑他不是出于见义勇为，而是要在您的面前表现他自己。果然是用心良苦啊！哎，可这小东拿他当好兄弟啊！我敢断言，徐斌对乔晓东根本不讲什么兄弟情谊。我刚才提到的，他在跟我交往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另外一个女孩。谁呀？是王若萱，就是小东的女朋友。小东离家出走的这段时间，徐斌一次又一次地追求王若萱。您说，这能是兄弟干出的事儿吗？这么说，王若萱拒绝了他？当然拒绝了他。哎呀，这件事我还是真是没有想到啊！李小慧，我实话告诉你，徐斌天天缠着我女儿萌萌，把我女儿萌萌忽悠的是晕头转向。他会不会在搞什么鬼呀？哎呀，这可得小心啊！萌萌这个女孩太单纯、太善良了，可千万不要被徐斌给骗了呀！若萱，乔叔叔您怎么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哎，有什么事儿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亲自跑一趟啊？那您先坐。有几句话，我必须当面跟你说清楚，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按我说的去做。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徐斌这个人，你印象怎么样？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他，我觉得他太有心计，不像是个老实人。对，我们的看法一致。刚才我碰到了林小慧，谈到了徐斌，他也很厌恶他。我和小慧一直都怀疑他可能跟黑社会的人有关系。哦，有证据吗？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不管徐斌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以后会搞清楚。现在让我最担心、最着急的是萌萌。萌萌啊，您放心吧，她在我这儿挺好的。您是说她和徐斌？是啊，我已经感觉到徐斌对萌萌不怀好意了。自从徐斌和小东成了朋友，他整天到我们家去找萌萌，不是带她去看电影，就是带她去逛街。刚开始呢，我跟你胡阿姨并不在意，觉得徐斌乐于助人。况且，他跟小东又是好朋友，也算得上是萌萌的哥哥吧。可是，从七夕那天开始，我就觉得苗头不对了。咱们中国的情人节？对，那天我在路上碰见萌萌，她哭着从集团总部出去的。我问她为什么，她就是不肯说。你说，她到集团能找谁呢？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碰到她了，她带着披萨饼，说是去找您的呀。不是，她不是去找我，她一定是找徐斌约会。在她心里，她认为徐斌是她的情人。至少，现在心里是这么想。是吗？不过每次萌萌见着徐斌的时候，是笑得格外的灿烂。哎呦，我太粗心了，我从来都没往这方面想过。别人都不会往这儿想，因为萌萌是个残疾姑娘，关心她、爱护她，这是应该的。是啊，可是徐斌这个人为人狡猾。萌萌要是被他骗了，那就惨了。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萌萌跟社会上很少接触，更谈不上男朋友。可是她身边突然出现徐斌，你说她的心能不动吗？更何况她已经长大了，她需要的不仅仅是父爱。是啊，她要是有个老实厚道的男朋友，我们是应该为她高兴。可是像徐斌这样的人，我们还真是不能让他们再接触了。萌萌的内心毕竟是脆弱的。若萱，说实话，我今天就是为这事来的。
从现在开始，你要替我照顾好萌萌，不要让她再跟徐斌接触。家里呢有我跟你胡阿姨盯着，我不会再让徐斌登我的门。萌萌上下班，我会跟她妈妈轮流接送。我们一定要把徐斌拒之在千里之外。好，乔叔叔，我听你的。在这儿的话，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好萌萌的。徐斌，想说什么就说吧。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呢，我郑重地向你道个歉。我相信不会再有第二次。不会了，肯定不会。你电话里跟我说，你要告诉我小东被打的真相。吃完饭吧，吃完饭我跟你好好谈。实际上我今天找你来呢，还有一个别的事情，就是跟你告个别。你打算去哪儿啊？回欧洲。什么时候动身？具体时间我没定。那你还打算回来吗？你要是叫我的话呢，我就回来。不过我知道，这个可能不太可能。像你这么优秀的男孩，肯定有很多女孩等着你呢。随缘吧，缘分都是天注定。来，赶快尝尝这道菜吧，这也许是我们俩呢吃的最后一顿晚餐了。如果痛苦在心中过一秒，这孤独会不会？爸，我哥，你看我哥成明星了，妈，你快来啊，我哥成明星了。虎平，你看啊！哎呀，你走啊，你让我。那么多粉丝。只要泪别再湿了你的心，我的快乐。妈，你看我哥多帅啊！这是小东啊！你好好看看，不说他是谁呀？只剩下心在跳，有你上演赐给我生命的。行吧，为什么非要到你家来说？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证据不方便带出去，所以呢，就要把你请到家里来。现在可以说了吧？小东到底是被谁打伤的？你是不是一提到乔晓东就会失去自我？怎么，不想说啊？那我走了。我告诉你，你先坐。乔晓东是被乔胜利的人打伤的。乔胜利？对。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啊？前几天报纸上登乔胜利的绯闻，你没看到吗？这跟小东有什么关系？他已经离家出走了，去找他的亲生父亲了。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乔胜利啊，根本就没想认乔晓东做儿子。他是想跟姓程的那个女人结婚，他跟姓程的那个女人呢，
生了一个孩子，儿子，而且是亲生儿子。可是胡平不答应，而且还想通过法律手段把乔晓东认领为他的亲生儿子。那你说，乔胜利该怎么办？真有这么回事儿？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若璇，你这个人呢，就是太善良了，而且还感性，人际关系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勾心斗角。你的意思是说，乔胜利派打手打伤小东，是为了逼走他？对，让他远离胡平？没错。所以说呢，小东现在如果出现，非常危险，而你呢，也无端的卷入了一场财产争夺的漩涡。你现在的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危险，知道吗？我又不想争夺他家的财产，所以呢，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你刚才不是说有小东被打伤的证据吗？我现在只想知道这个。我拿给你看。见过我爸了。你爸？小傻子回来了。见着过我爸。我爸去广东打工了，跟几个老乡一块儿去的。去广东。哎，今儿，今儿，我没有证明他打人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些材料呢，可以说明乔胜利当年在海南是靠走私起家的，他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不光我知道，林小慧也知道。如果说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问林小慧。这些东西啊，是乔胜利作假的报表。还有他偷税漏税的证据，是林小慧查出来的，复印了一份给我。你开始的时候是和小慧一起调查乔胜利的，为什么后来又把他出卖了？我没有出卖他，只不过是乔胜利太强大了，我们没有必要鸡蛋碰石头。林小慧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那你就出卖朋友。再说了，也许乔胜利的确没什么问题的。说乔胜利没有问题，你会相信吗？像他这样的人，只不过现在贪赃枉法，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罢了。我也没有力量改变这一切，所以我现在选择离开。那你给我这些证据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让我报警，让警察来查小东被打的事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关心你，我不想让你遭遇不测。谢谢你的关心，这些事儿我心里有数。若璇，你呢，率真，而且还单纯。你现在周围已经布满了陷阱，可是你现在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我不想你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葬送你的青春，还有你一生的幸福。这是我的私事儿，用不着你操心。你干嘛？放手！你坐下来，我有话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你放手！我有话跟你说。你先放手！离开乔晓东，和我在一起。不可能，我一定会嫁给乔晓东的。你可以重新选择。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相处得很好，而且已经非常默契，只是没有挑明罢了。徐斌，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只把你当朋友，对你从来没有别的感觉。你先放手好不好？你答应我吗？
你想干嘛？闪开！我不想失去你，我为了你可以去死。可是乔晓东呢？他只会放弃这段感情，逃避你，逃避风险，逃避责任。你放开我！你真是太可怕了，你太会伪装了。我装什么了？我装什么了？装什么了？你就是装。你真的去过欧洲吗？你的父母真的是外交官吗？我去过欧洲，我的父母就是外交官。好，你还想装？你去伦敦的照片是用电脑合成的，还有你送我的香水，根本就不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是在本市的商场里买的。别说了，就算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现在我跟你说，我喜欢你，我想让你跟我在一起。你难道说你从来都没喜欢过我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过情人节，还到我家来喝酒？不管你以前对我怎么样，我现在就是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喜欢你。啊！你放开我！我不会让你，我不会。你是属于我的，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吗？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是不是？谁让你不是？还有说是？还有你过，自己做。被告人刘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妈，爸。呀，小东回来了。哥，刚才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妈，爸，我有件事想问你们。说吧，我的亲生父亲为什么不在了？是不是你们把他劝回乡下去了？孩子啊，来来来，坐坐坐。那你是错怪我们了。你的父亲跟谁的招呼都没打，就跟他老乡去广东打工了。我不相信，我父亲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他怎么可能去广州打工的？再说他答应过我，他答应过会等我回来带他去治病的。小东，你先不要激动。当初我跟你妈妈，你的亲生父亲出现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很突然，一时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舍不得你，就怕你跟你爸爸一走，就不再回来了。爸，我答应过您会回来，我就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我就把我的亲生父亲赶走吧。小东，你给我闭嘴！老乔，别发火，你好好跟孩子说话嘛。爸，你别骂我哥了，你骂他，他一会儿又要走了。我不发火，我不骂人。小东在我心里一直是我的亲生儿子，我真的没骂你。爸，真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您脱离父子关系。那好，你听我说，你走的第2天，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给你爸爸找的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大夫，把他送进医院，帮他去治病。小东，爸爸说的全是事实，不信你可以去问问黄秘书，
是他们两人一起把你爸爸送进了医院，医院的医生也可以来证明了。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能为我的父亲做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以为，在你们的眼里不可能有我的这个农村父亲的。哥，你真的错怪爸爸妈妈了。你亲生爸爸住院之后，妈妈还特意去商场买了东西去看他，可是他不在了。后来是若萱姐告诉我们说，他去了广东。孩子，不要对你爸爸妈妈带有那么大的成见。你真的以为我们是看不起农民？其实我和你爸爸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他们是很有感情的。我们怎么可能对你爸爸会是这个样子的呢？爸妈，对不起，我误会你们了。这不叫误会，你只要能叫我们一声爸和妈，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小豆啊，既然现在回来了，就在家里住下好吗？妈妈想你，把眼睛都想穿了。住下来，也陪妈妈说几句话吧。啊，哥，留下来吧，我也有好多话要对你说呢。既然回来了，还走什么呀走？我是你爸，这是你妈，这是你妹妹，我们没有外人呢。至于以后你怎么生活，我们明天专门来商量你这个问题。哥，我发现啊，电视里你更帅一点。哎，你的粉丝那么多，我想给你当超级粉丝啊。好。你跟若萱姐什么时候结婚啊？快了。我能给你们当伴娘吗？好啊。行，那回头我跟若萱姐说。还商量什么呀？你若萱姐一定同意你当她伴娘。太好了。我查好了，我上班去了。小文，你送送。哥，你不许走，等我回来啊。当心点啊。妈妈，我走了。爸爸，拜拜。路上小心点啊。哎。小豆啊，昨天晚上我跟你爸爸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还是应该通过法律的程序来重新确定我们的父子和母子的关系，你看呢？妈，这事儿我没有意见，只是我觉得是否应该先等找到了我的亲生父亲，听听他的意见再做决定。妈，爸，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们两位当做我的亲生父亲和母亲。我一个人流浪在外边的时候，我真的想你们，每天都在想。可是我现在毕竟已经长大了，我需要去独立的生活，而且我要去承担我所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我有一个无依无靠的亲生父亲，我必须要去赡养他。小东啊，我们这一家终于走在一起了，我心里很高兴。今天早晨，爸突然觉得老了，我真的很害怕，我失去这种祥和和安宁。爸，
您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刚才你妈妈说的这件事情，也该做出一个决定了。通过这场家庭风波，我觉得你变成熟、长大了。以后你自己的路，你要自己去走。至于住不住家里，你自己来决定。你放心，我跟你妈妈永远会把你作为亲儿子来看待。徐斌，董事长找你，快点过来啊！董事长，你找我？我找你来是想亲口告诉你，你被集团公司解聘了。董事长，您能告诉我个理由吗？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开除我集团公司的任何员工。您有这个权利。不过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我是可以向您提出索赔的。这是你的自由，我无权干涉。我可以承担任何赔偿，我只需要你在我工作生活中消失。消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林市长女儿的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在录用你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认为你很能干，这是出于公心；为了感激你救小东，这是出于私心。现在解聘你，也算是公私兼顾吧。据我观察和周围人的反应，你在利用你自己的能力做着损害集团的事情，所以集团公司要解聘你，这是出于公义。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在损害公司集团的利益？前不久，报纸上热炒的所谓的陈露营的事件，有一些不敢公开露面的人，企图在挖胜利集团的墙角。你跟黑道上的人狼狈为奸，参与了这个事件当中。这就是个笑话，是天大的笑话。是不是笑话？也许会有一天，你在法庭上向审判长去解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一定是一个冤案，天大的冤案。也许是吧。那私心呢？关于私心，我只想说一点，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跟我女儿萌萌在一起。为什么？徐斌，你交男女朋友都带着有强烈的功利目的。你救小东是为了进入我胜利集团，你追求林小慧，因为她是市长的女儿。但是，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在我女儿萌萌身上打坏主意，胆敢欺负一个身体残疾、天真无邪的姑娘，我这个当父亲的不会轻饶你。你也听好了，我从来没有打过萌萌的主意，我从来没有。萌萌是你叫的吗？你不是想听我解释解聘你的理由吗？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我已经耐着性子跟你解释过，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请你马上离开这儿，到人事部办理你的离职手续。我昨天就已经把你解雇了。这个徐斌可真不是东西。你说乔胜利会派人去打乔晓东吗？不会的，你别听徐斌胡说八道，什么黑道大鳄，乔胜利这种人发姐还需要打打杀杀的吗？哼！再说了，他现在已经是知名企业家了，更用不着跟黑道的人接触了。可是徐斌编这么多的谎话，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看来这个人用心极其险恶。哎，若萱，我总琢磨着他来路不明。是啊，他的身份都是假的。我想这样，我先到胜利集团找人弄到他的档案，然后再到他的户口所在地弄清楚他是谁。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不用了，我出去采访的时候顺道就办了。喂，萌萌，我今天呢有点累，我总去你们店里也不是特别方便，你自己能出来吗？我现在一个人在海滨浴场。那好，我等你一会儿见。